谢谢大家，感谢，的确非常有热情啊，真的。去年录完节目之后呢，别人看见我也不管我说什么猴啊什么之类的，他们看见我就会喊一句话，就喊。这些呢是一些比较让我开心的转变，还有一些是让我感觉比较尴尬的。就比如我们这些演员会参加一些平常不会去的活动，类似于像什么扫楼啊之类的这种，他们给我们每一个人配5个保安。我第一次去都懵了，我一到那儿看5个保安就站那儿，我一进去我就说第一句话，我说我错了，我到那儿我一进去，我看着那保安大哥，我非常认真，我说啊，保安大哥。你一天挣多少钱呀？他看着我，彪。我说啊，他说保镖。我说好，了解。那大哥，请问你这个保安跟保镖有什么区别呢？他说保镖啊是啪，啊，保安是我说好。当时呢，我已经想好了，因为以前我在电视上看过那些什么艺人出来扫楼，所有人都非常疯狂，然后一上来就又抓你又挠你什么之类的，然后保安就拦着，我都想好了，我计划好了，只要一出去啊，所有的那些脱口秀观众在这个扫楼的时候特别疯狂，保安只要一拦我们的粉丝，我就看着保安，我说别碰我粉丝，别碰我粉丝。你动我粉丝翅膀，我必回你天堂。我都想好了，完了之后粉丝看着我说：“哎呀，付航好霸气啊！”第一个热搜，付航霸气护粉，我都已经完全想好了。然后保安呢，因为我一拉他一个踉跄，但是我一把我又拉住保安，我说我不光保护粉丝，我也保护你。第2个热搜，保安保护保镖。我计划的特别好，但是没想到，我一出去，所有的那些脱口秀观众就异常冷静。我小鹿门枪，我们几个刚一出去，我还走第一个，我看着那个观众，我说合影吗？他说不方便。我说那咱们往前走吧。那保安大哥特别专业，他就是这边是空气啊。他拦了2下空气，他这样拦2下空气。我说保安大哥，咱们就是太尴尬了，拦空气。我不让你拦，你就先别拦了。他说行。然后我们就往前走，走到一个拐角，突然蹦出来一个人，然后拿一根香蕉，掰开了，吃。那根香蕉就伸到我嘴边，距离我的嘴只有0.01公分，1/4炷香之后，我将会吃下那根香蕉。当时我面带微笑，我非常开心，我看着他，然后我看着那个保安，我说这拦一下。我说你拦一下啊！那保安哦，知道了，付航不许吃香蕉啊！我说拦他。所以说我录完节目之后，我的人生真的没有什么改变，但是其他人对我的态度完全就不一样了。我有的朋友，小学同学10几年没见那种，他们一喝酒就给我打电话，就喝多了，喂，付航，让刘德华给我出一个祝福视频。我说我不认识刘德华，他就跟我说，哎，我在酒局上，我那个，哎，帮我圆一下。我说行吧，我说实在行，我行，那我把电话给华哥。然后我说啊，华哥给你电话。然后等了好久，终于等到今天。你好，我係劉德華，就干这种事儿。还有一些什么亲戚之类的，过节的时候会把孩子推到我面前，就是把一个小男孩就这么高，然后对，学呀，你不是喜欢吗？学呀。那小孩去，拍身。不是，行了，别拍着。
你喜不喜欢？你说实话，孩子，你喜不喜欢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。我一想，真的是，其实我们很多人，我其实从小到现在，我真的不知道自己特别适合什么。小的时候就是什么流行学什么，我是一个数学的纯学渣，就是100以内的加减法，我得算2、3分钟，就是空算，但我不是智障啊。那个女孩看出来了。其实呢，我数学这么差，但是那时候特别流行一个叫速算的补课班，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。对对对，在大街上面有发小广告的那种，就是过来就说，哎，家长，你的儿子是速算天才，愿意来上一节体验课吗？我爸说不去。是免费的，那不早说。这带着我就去了。我第一次去上那个速算体验课，我永远忘不了。速算就是老师出一个非常难的题，特别难，几千加几千乘以10几，然后孩子呢不拿纸算，也不拿脑子算，拿手算，然后嘴里还嘟囔着，算起来就是这。真的这样。我当时第一次被我爸带过去，我在门口看。一排小朋友就跟那儿，我一直以为我爸给我报了一个骰子培训班，就是看开你喝，我只以为这样，我都不知道学什么。我爸说学进去学，然后我就学了1节课，老师呢要考验我们的学习成果。就问其他同学，老师跟打了鸡血一样。刘子欢，那小孩，3355667加553321乘以15多少？那小孩好。33551144553315，好，宝贝儿，请坐。富豪，我说到。3355661加775337乘以15多少？我说好。老师说别让孩子算，再给孩子算死了。所有同学就过来拦我，我说别了，不算呢。当时同学走了，老师都走了，我还算。我一直算，因为我一直知道，我从小就知道，只要我没给出答案之前，没人能评判我的对错。后面还有一句话，就像我的人生一样。爱死你们了！当时呢，我自己学完了也感觉自己特别厉害。然后我出来，我爸你知道那时候的家长他不管你喜不喜欢，他就问你会不会。我爸跟门口抽烟，会了吗？我说这简单啊，我这有手就会这个。我说你摇你也会，这谁都会这。好儿子，回学校试试。我说没问题。到学校，其他同学做数学考试。他们有演算纸嘛？非常认真，就在那儿算。我不用啊。我就这么算。同学看我，老师我害怕。你怕个屁！你怕？你不算。老师从远处就走过来说：“哎，这哪班的？这个是？哎，这是哪班的？哎，孩子，哎，孩子，你干嘛呢？孩子，你不会做，给你奶奶叫下来，你也不会。
我说我算呢，我不是召唤呢。啊，他就把这个事儿就反映给我父母了，我父母就不让我学这个，我特别开心，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那样，我觉得今天没有作业我就特开心，我觉得人生没有烦恼，就感觉后面都没有烦恼了，但是烦恼永远是一个接一个的。学校里边虽然我们有补课班了，但是古惑仔又开始流行了啊，学校里边出现很多那种黄头发，完了之后抽根烟，就跟那儿那种高年级先学古惑仔，学完了拿我练。拿抽根烟就指我，就是哎，黑了吧唧的，过来。我小时候也比较天真，我说来了。我怎么了，哥哥？怎么了，哥哥？每天给我5块钱，要不然扇你大嘴巴。我说哎呦，真是个噩耗哎。我说你别给我幽默，每天给我5块钱。算算一个月给我多少？我说啊，还得算。他说：“你是 dancer 吗？”我说不是。他说：“你这支舞是献给我的吗？”我说不是。我这支舞是献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，还有包括这些参赛的朋友们，因为我自己内心里真的觉得，什么天赋啊，什么魔王、大王都是障眼法，我们要做的是打碎这一切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梁岩。哎呦，很开心啊，又来了。你看现在观众也认识了，是吧？去年头一回来，大家都不认识，我也很紧张。我去年来之前，我还问了问我妈，我说我要去上海比赛，有没有什么要嘱咐的？我妈说啊，到人家那儿啊，少说话，早点回来。我说也可以不去啊，也可以不去。哎，但是你别说，做到了是吧？很快就走了啊。确实啊，家里边有一堆事儿。去年我也讲了，家里边呢还有2个小朋友，是吧？哥哥大了，那妹妹还小，还要请个阿姨帮忙照顾，就很困扰啊。我媳妇就觉得选不好，我就劝我说你随便选一个，不合适我们就换。我媳妇说我啊不行，我看人不准。啊，是那意思吗？看人不准，骂人挺脏。我说你这样，你就选一个有经验的。他说不行，有经验的呀都油，爱偷懒儿。我说那你找一新手。他说新手啊不行，带不好。我说那你找一岁数大的。他说不行，岁数大都干不动。哎呦，我说你找一年轻的。他说你要干什么呀？哎呦，我要干什么？我要跟阿姨出去单过。他说你别废话啊，你刚才你都笑出来了。我说我这是苦笑，我还笑出来，不小心啊。选不好，其实我也能理解，是吧？你家里突然来个外人，又照顾孩子，总是不放心啊。后来我也选烦了，我说干脆别选了，就让我妈来就完了。我媳妇说：“哎，选好了。”你知道，当你把主要矛盾拿出来的时候，次要矛盾好解决，当场就选好了。选好了，阿姨呢就是聊一聊工资嘛。哎呦，阿姨这工资也不是说高，也不是说低，阿姨这工资啊准。阿姨这工资就跟看着我工资条定的似的，哦，跟我工资一边多。跟我工资一边多什么概念啊？她要是全勤，我不敢请假。其实关于阿姨这工资啊，我想过，你比如说我1个月我挣好多啊，我就不差阿姨这点工资，我1个月2000，我自己辞职当阿姨。现在她一样。当然我知道有的朋友会说啊，一样，你也可以自己辞职当阿姨，你还能自己照顾妹妹。但是我们那个本职工作不是还有5险1金？阿姨这工作管吃管住，我呢上班不远，她就住我们家。哎呦，我们俩这工作一时间还有点难分伯仲。哎呦，我说我这工作还没点优势，我说我这工作稳定。阿姨说对，你稳定我就稳定。狠狠被拿捏啊！签了合同越想越别扭。你看原来上班就跟妹妹说爸爸上班挣钱给你买好吃的，现在不行了，现在上班挣钱都给阿姨了。什么感觉？现在感觉为人民服务啊，很具体。为阿姨服务啊。
我说我还给你发工资，我说我干脆直接让我们会计打你那儿得了，那咱俩工资都一样。阿姨说：“哎呦，你净开玩笑，你哪能那么没出息啊？”阿姨来了呢，就是融入的也很快，几天啊就有主人翁意识了。现在每天在家里抱着妹妹送我上班，走吧，就忙去吧，啊，就给我挣工资去吧。哎呦我天！我走我也不放心啊。我说阿姨，您记得给孩子喝奶粉。阿姨说，非喝奶粉啊？我说不，非喝奶粉。二宝啊，特别喜欢那个飞鹤、星飞帆、卓瑞，聪明宝宝都爱喝。阿姨说：“行了，别嘱咐了，快去挣奶粉钱去吧。”我说：“哎，你别说，挣着了啊。”下班回家就赶紧抱妹妹，我这边抱着妹妹，阿姨就拉我聊天，说：“你看看，还是闺女好吧？将来老了还是得闺女照顾你。我跟你说，儿子都指不上。”我说：“阿姨，您别这么说。”阿姨说：“嗨，我有分寸，你儿子不在我这么说。”我说：“您啊，最好是等我妈也不在。”阿姨没事呢，就拉我聊天，然后就数落我。其实我能理解，就是新员工入职啊，要展现自己的这个价值。但是阿姨展现那方式吧，就有点奇怪，就老批评我。她说：“你看这纸壳本，卖不了多少钱，还占着地儿。这扫地机器人最没用啊，擦不干净地我还擦它。”我说：“哎呦，怎么刚上班就骂同事？看哪儿都别扭。”我觉得阿姨啊，就是工作不饱和，是吧？每天就是闲的。你看她带着孩子啊，上午玩会儿，中午睡觉，下午又玩会儿，这一天就过去了。你想我们那一天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难怪工资一样多哈。我说阿姨不行，干脆你上我那儿上班就得了啊，反正工资都一样。阿姨说：“哎呦，你净开玩笑，我哪干得着你那活儿啊？”哎呦，我说您别说啊，差不多。我在单位伺候领导，您在家照顾孩子，没事儿呢哄哄他，有事儿给他擦屁股。阿姨想了想，阿姨说不一样，说我在家就擦这一个屁股。还挺了解我们领导啊，你看老觉得阿姨不干活，工作轻省。前一段呢，阿姨啊，老家亲戚结婚，请假回老家。她请假回老家，我请年假回家当阿姨，要保持一个收支平衡。你看阿姨一走，我就发现了这活啊，什么都是这样，看着简单，其实还是非常累啊。每天照顾孩子又得干家务，天天盼着阿姨回来。我这边盼着阿姨回来，我扭头一想啊，我也一个礼拜没上班，单位是不是也很想我呀？礼拜一上班，我说怎么样，朋友们？上个礼拜都顺利吗？我们同事说啊，你上礼拜没来啊？我去，一礼拜没去，没发现。我扭头回家呢，就跟我媳妇吐槽，我说你说像话吗？哎，一个礼拜没上班，我们单位同事没发现。我媳妇说啊，你今天上班去了？谢谢大家，我是梁燕。大家好，我是杨蒙恩。真的很开心回来录节目，因为我现在真的发现，还是脱口秀的舞台最适合我。因为只有在脱口秀的舞台上，才会有人觉得我帅。不，你们现在说不觉得有点晚了吗？是吧？不是图你们这个。你们有人知道我前2年客串了个仙侠剧吗？如果你们知道，你们就假装不知道好不好？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，你们永远不要知道了。那个剧其实一点也不火，但它真的给我造成了很大的伤害。因为那个剧上的唯一一个热搜还跟我有关，叫“才发现杨蒙恩这么难看”。我看到那热搜的时候，我真的非常难过，我很难过。然后我老婆还安慰我说：“哎，你别难过，你别难过，你往好处想。你看，他们才发现。”徐志胜当年一上台，他们就发现了。我想说的是，我和志胜还是稍微有点不一样，就是徐志胜是丑，我是难看。
你们能分清那个丑和难看之间那个细微的差别吗？就是难看是很多人很难看，你一看他难看，你再也不想看了。丑是一个哦哟好丑，但你忍不住还想看。一边看你都一边琢磨，怎么能长这么丑呢？我这样说，我不是在嘲讽人家制胜长相的意思，是因为我真的觉得这恰恰说明了，丑也是一种好看，但难看彻底就是难看了。你们想想，就是那个古代唱戏的里面有生旦净末丑，有丑角儿，但是没有难看角儿，难看的成不了角儿。其实我很清楚，就是我这种长相，我在古装剧里我只配演什么样的角色，就是我只配演那种《三国演义》里面，曹操说，关羽在城外叫嚣，谁敢一战？我说，末将愿意前往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下一个镜头就关羽提着我的手机回去了，你知道吗？打战鼓呢，在这个就是。而且，人真的是你要经历一些事情之后，你才能做到真正的感同身受。我原来看仙侠剧的时候，我的嘴很恶毒的。但凡那个男主角脸长了一点，我盯着手机我就骂。我说你个丑货啊！你修仙光修下巴呀，是吧？然后我们前2天我们又看了一个仙侠剧，我老婆指着其中一个男演员就说：“哎呦，他长成这样也好意思出来演戏？”我跟他说：“他也不容易啊。”你知道他现在有多难过吗？他怎么知道上了电视之后那么难看呀？从小到大，他的妈妈也一定一直叫他大帅哥。真的，没有一个仙侠剧啊，不是，他是没有一个母亲会觉得自己的儿子难看的。但那个仙侠剧把我妈击穿了。我妈看的那个热搜，从愤怒到妥协，只用了3句话。第一句是：“哎，现在网友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呀？”第2句是：“吴文多帅，那吴文多帅啊！”第3句是：“这个妆好像就是有点问题啊。”然后我之前还刷了一个短视频，那个短视频就是在讲什么是返祖长相。他就说，如果有的人这个眉骨高、颧骨大、下巴后缩，这就是返祖，就大概就长这样。你们都看得见？是，这有什么好啊？你没见过山顶洞人是吧？这真的就是那个视频，他就这样，他那个视频还专门配了一个就是北京猿人就历史课本那个图。说实话，我看着那个图，我从来没那么觉得，我根本不是什么内蒙人，我老家就在北京周口店，是吧？而且你们知道，就是北京王府井那个地铁站那个下面有个古人类文化博物馆。我以前在北京生活的时候，我每次都过去都想转一转。我一开始以为说我喜欢历史，我现在明白了，就是乡愁。而且我发现，就是男女就对待这种视频的态度完全不一样。就我老婆看完之后，她给我发了一个上海9院的挂号链接，她说这是中国最好的整形医院，说要不要去垫垫下巴啥的。就她就这样，就说别人说的哪儿不好，她就想改。我才不是这样的，我不是。我点开那个视频，然后在下面评论，我说对呀，没错，长成这样，因为我是你祖宗。你知道，就是其实我这么生气，也不光是因为他说我长得返祖，是因为那个视频的标题是警惕。
你身边有这样长相的人，因为长成这样的人，小脑发育不健全，所以他冲动、易怒、会报复，然后后面跟了一堆杀人犯的照片，就是他就是对我这种长相的一个全方位的否定，就是说我这种人就是长得差，小脑差，脾气还差，我感觉我就是徐志胜小佳和翟佳宁的结合体。但是如果你长得帅的话，什么问题都没有，就不管你干什么事儿，别人都不会挑你的毛病，对吧？是吧，庞庞？你们还记不记得去年美国有一个大帅哥，枪杀了一个 CEO？你们看看你们这个反应，你们啊，一定不是因为他杀了人吧？他因为帅，然后他就火遍了全球，所有媒体都在争相报道他，就在讨论他的家庭背景，然后他的社会背景、他的工作背景、他的教育背景，就是核心就是在发问，这个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，把一个大帅哥逼得去杀人。最后他们得出结论，他杀人是因为保险行业坑人，社会不公。哎，他要是长成我这样，他们还会这么说吗？不会的，他们只会说他杀人，因为他眉骨高，颧骨大，下巴后缩，所以易怒，走在路上想 biang biang 来2枪。为什么要来2枪？因为我小脑发育不健全啊，第1枪瞄不准，这样。根本不会有人在乎我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，也不会有人讨论我的 OOTD。我的照片只会被那些自媒体截图做成短视频，然后标题是“警惕，你身边有这样长相的人”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杨文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唐湘玉。还是脱口秀的舞台好啊！我也不敢演线下剧了，现在。那张照片不会突然出现吧？特别压力特别大，最近因为一直在比赛嘛，我确实还是压力挺大的。我就去刷我上一季的高光时刻，解压，压力更大了。因为有一条视频点赞特别高，但热评第1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是有人放了一张我的丑照，没有比杨哥那张好多少。说他其实长这样，好多人帮我说话怼他，那咋了？关你啥事啊？人好笑不就行了吗？好像没有安慰到我什么呀。但我好好打扮一下吧，也有人不满意，说忘本了，好看了不好笑了，咋了？是粉底把笑点盖住了吗？他说你应该把心思放在业务能力，不然你再打扮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小美女。我仔细想了一下，未尝不可呀。这有啥不满足的呢？以后再说我先叫我小美女唐湘玉，你个小美女。没有，我没有这么洒脱。谁能保证可以一直好笑呢？我肯定会越来越美的呀。我觉得不行，得找找别的出路了。我就想办法去报名了今年的浪姐。啥呀？我又没去。啥呀？去面试了啊，面得非常好，表演了一段唱跳。导演说我太好笑了。又问我还有什么优势，我说我愿意照顾别人，情绪稳定，情商高。侯佩岑你们知道吧？难分伯仲啊。当时气氛也特别好，我出来他们还在笑，我就知道稳了，炸场了吗？这不是？开开心心回来等通知，为了这个我一场演出都没有接，专心准备出舞台。准备的是漂洋过海来看你。我和南瓜的定情曲。这是我的暖宝宝，不是卫生巾啊。
怎么样？拿在手里了啊，南瓜不要担心我，我能挺住，就漂洋过海来看你。哎，南瓜当时还说呢，说哎最近咋没见到你呀？我心想你以后更见不到我了，我要去浪了，漂洋过海来看我吧。相当膨胀，甚至爱奇艺咱们节目第2季，人来问我的时候，我还说那个先等一等吧，我最近喜欢吃芒果。猕猴桃再说吧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刷到了一个营销号，我有点坐不住了。他说唐湘玉已经和浪姐第6季签了1轮游合同。谁会签这种合同？底下3条评论：啥时候播呀？还有谁呀？以及唐湘玉凭什么1轮游？我用小号发的。这也太瞧不起人了，我必须得争口气。我花了4000块钱，专门请了一个舞蹈老师，好好学了一段，把视频发到网上。网友的评论很抽象，说我跳舞有口音。跳舞怎么有口音啊？俺是山东的。山东淄博的，说我的那个魏舞跳出了山东人的铮铮铁骨。当然了，也有夸我多才多艺的，问我什么时候学的手语。我不语，只一位魏舞。老师说你找一面墙，用胸腹胯依次去顶它，你就学会了。我做了几个，怎么说呢？快爬上去了，不是魏武是壁虎。你说这可怎么办呀？肯定选不上了。老师说选上了可怎么办呀？不会还找我吧？啊？你这边笑的也太过分了，纯嘲笑呀！我只能安慰自己啊，我说哎，就算咱这方面确实是有不足。但万一呢？万一人家就是需要一个废物，成长线才好看嘛？那谁想看那种上来就唱得好、跳得好的呀？你想看吗？想。小点声吧，小点声吧啊！别再说话了啊！一直忐忑的等到了大年初8，我刷到了路透，人家已经开始录了，都快1公了，我还在村里吃席呢。1轮游不是得去吗？但我的判断也不是完全错的，至少佩岑姐选上了。心里很失落的还是就好想被人坚定的选择呀。我想了想，我很少被坚定的选择。我大学的时候去找兼职，有一个做礼仪的活，我很好心，我还叫上我2个舍友一起去。那个中介看了看我们仨，跟我说他俩留下，你可以先回去了。我舍友都懵了，怎么你也是中介呀？啊！我想起小学的时候选秧歌队，选上了的站前边扭正经的，选不上的也不是不正经啊，就跟在后边搞气氛，演师徒4人虾兵蟹将啥的。我是最棒的，我演1个棒，就是花甲。就嘎啦嘎啦嘎啦啊嘎啦！那秧歌让我扭的真鲜呀，都有点下酒了。都是一些没有选上的一些很丢脸的回忆，但是我使劲往下想，我又想起了后面的故事。那个礼仪的活，最后我没走，我争取留下当了观众，给人鼓掌，还挣了50块钱。那个让我演嘎啦啊，我也好好演了，我背着壳扭1晚上，我都累瘫了。大家说快看那个嘎啦，好像快嘎了。选不上是很丢脸，但脸又算什么呢？你捡起来继续冲就是了。所以我赶紧联系了爱奇艺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还是猕猴桃有营养啊！
因为泰戈尔也说过，如果你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，那么你也将错过西装单口季。多好呀，至少有到第2轮了。我就是这样，有一点希望我都不会放弃，我就是要挣扎，风浪再大我也要威武一下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什么氛围？这又不是悲剧之王，开心一点。刚才陆姐讲多好啊，对吧？我呢，其实台下呀，节目播出之后，很多人给我发私信，很多人就说：“哎呀，付航，我上大专了。”我该怎么办？我就给大家一个一个回复，我说：“兄弟，你的人生还没开始，你的人生还没开始，你的人生还没开始。”但是见到最有意思的一个，就是前2天收到一条私信，他说：“航哥，怎么去你的大学？”他说：“哎呀，做人类好累呀，永远要分1、2、3本，人还分3、6、9等，做动物就好了，不分阶级，没有烦恼。”不是的，动物也有。我看过泰国当地一个新闻，当地的农民训练猴子上树摘椰子，摘完了放进马车里，农民驾马车，猴子扒马车，非常开心，就是，你看。非常和谐的画面，动物保护组织不乐意了，过去谴责说：“为什么要让动物工作？为什么要让动物工作啊？”啊，农民就道歉啊，农民懵了，猴也懵了，啊，猴就，当然最懵的不是农民，也不是猴，是马车前面的马。马看着记者。农民说：“哎，对不起，不应该让我的动物工作。”马说：“我，你，马。”记者看到了，记者说：“哎呀，马惊了，快射杀他。”马从那天开始就不开心了，他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垃圾猴子连工作都是错的，连他被营救走都是我拉着去的动物园。他跟猪抱怨，跟牛抱怨，他说：“我不想上班，我就想天天过节，没有人不喜欢过节啊。”猪举手，我怕过节。每次都少好多朋友。我要是宠物狗就好了，没有这个问题。他们没有烦恼，宠物狗有烦恼。我小的时候有一只串串，串串就是不是纯种的狗，大家都会觉得它们便宜低端。它跟小区里边那些高级绝育的名犬完全格格不入。那些绝育的名犬见到它都会说：“哎呀，可怜的小串串。”可悲的小串串，你好低级，你好 low 啊，你好便宜。你看，我有主人给我买的美丽的华服，你有什么？我们家狗说，我有生育能力。它已经离开我了，但是我一点都不难过。因为我知道，只要我记得他，他就永远陪在我身边。但是他一辈子都不明白，为什么有的人类第一次看到他就讨厌他，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低级的串串。猴也有烦恼，大家老觉得呀，猴没有烦恼，猴的烦恼没人懂，我懂。只要不工作的猴子都得给人类表演。所有人都有烦恼，所有东西都有阶级，我也有烦恼。你们想得到吗？我的烦恼是，最开始的时候我表白失败带来的容貌焦虑。你们想不到，年轻的时候我是一个清纯内敛的美男子。那个时候特别流行忧郁男孩。对，那时候只要你一忧郁，别人女孩就想拯救你。90后都应该知道，当时我上网搜“忧郁男孩表白攻略”，
啊，非常简单。你说你有罪，你知道吗？女方说不知道。你说你偷走了我的心（括号你们俩幸福的在一起）。我说有点东西。我看着我们班女同学，我说你有罪，你知道吗？她看着我说我杀你爹了。你有病啊！你要学忧郁，看看人家台湾偶像剧里《流星花园》里边的花泽类，那才是忧郁美男子。我去看了，台湾偶像剧，花泽类站在天台上看着杉菜说：“喂，不要哭了，想哭时候你就倒立，那你眼泪就不会流下来了。”我懵了，我说太酷了。看到女同学一要哭，我也想说同样的话，一紧张说错了。我说喂，想哭时候你就翻跟斗。所有同学啊，我那样你的眼泪就被甩干呐。我只能看中文版，看不了其他的国文，因为泰版翻拍了《流星花园》，也是俊男靓女，非常帅气，我实在看不进去。非常帅气，到天台上，花泽类看着杉菜，喂。講咩隻雞？廿兩係嚟。我實在看不下去。你知道舔狗呢，就是猶豫。我到最後畢業之前還沒有表白，最後鼓足勇氣給他寫了一首情詩。我說，給你寫了一首詩，可以讀給你聽，向你表白嗎？他看着我說，嘿，你別說啊，富航，你還真別說。我說你也喜歡我的文采，他說不是，我的意思是別說。我說啊哈哈，哈哈，真心話大冒險。一轉頭，操場就我一人。那時候的男孩都是這樣硬撐。我說，那你不喜歡我哪一點呢？他說我不太喜歡那種黑黑的、長得像猴的男孩。我說謝謝你，祝你幸福。我當時哭了，我突然想起花澤類。一下就立起來了，我就想試試眼淚到底會不會流下來。結果朋友們，眼淚這麼流下來。我跟那兒倒立呢，那女孩又走過來了，說：“呀，你又耍猴。”富航，你應該考慮一下，你長大以後靠什麼生存？你學習這麼差，難道你現在長大之後還能靠每天在班裡耍猴一樣逗別人笑生存嗎？可以。當時我以為他在拒絕我，殊不知命運的齒輪已經偷偷開始轉動了。但是我內心還是特別難過，因為我失敗了，我表白失敗了，我就太痛苦了。朋友看我太難過，帶我去玩了一個類似劇本殺的劇本，是角色扮演的，每人一個本，翻過來才知道自己什麼角色。我一翻，舔狗 A。我讀那個劇本，每天給女主角寫情詩。我說，哎呀，我看這個女主角眼淚下來，我說你知道嗎？我是你的舔狗。那女孩看臉自己劇本啊，我的劇本裡根本沒有你。這就是真相，朋友們，我悟了，舔狗永遠讀不了女神的劇本，但是我又觸底反彈了，舔狗的劇本裡，舔狗才是主角。我再也不當舔狗了，以後別人一說，哎，富航，我跟你分手吧，你長得像泥鰍，我就嘿嘿，你殺青了，在我的劇本裡殺青了。從那天開始，跟異性發微信2分鐘不回，直接拉黑。我媽找了我3年。我表面裝作堅強，我說：“哎呀，愛情嘛，算什麼，對不對？”但是我內心裡邊容貌焦慮還是深深刻在我身上。有一次我在家裡太難過了，我哭了。我突然想起他說我黑，我就特別認真，我想看看我媽媽會不會騙我。我說媽，我黑嗎？我媽說兒子你一點都不黑，你就是有點暗。我說連你也這麼說我。我就去地鐵環線來回坐，哭得滿臉都是鼻涕眼淚。我去男廁所拿免費的衛生紙，我就跟那過了一個女的清潔工大媽，小伙子你要上吊啊？我說上不上吊另說，你跟我為什麼會在這裡相遇呢？這不是男廁所嗎？男女授受不親，您這個應該懂吧？
他看着我就是老年人标准那套，就是我能当你奶奶？我什么没见过呀？你个小黑鸡崽子！我说你还给我起日本名儿，小黑鸡崽子。真的，当时容貌焦虑又触底反弹了，朋友们。我突然发现，我永远没法改变别人怎么评判我的容貌，啊，我只能自信起来。从那天开始，我接受了，我就长这样，满脸痘坑，大鼻子，一眼大一眼小，但没问题，我就是我。你觉得我长得帅，就是我给你的福利；你觉得我长得丑，就是我给你的惩罚。我就是我。但是我一直不相信会有女孩爱完全的我，直到我遇到了一个女孩。那时候我刚穿上保安制服，我穿上保安制服，所有的同学看我，付航，我就 yes sir， 付航，我 yes sir。我看着那个女同学，我说 yes sir， 好笑吧？她看着我说，我觉得你穿什么都很帅。哎呀，我说我。不好意思，女人，我可能爱上你了。他一下就笑了，他就嘿，就跟他就笑了。他一笑，我说这女人竟该死的甜美。我说我会娶你的。他看着我，10多年过去了，时光荏苒。上一次我见到他，我还问他，我说你还记得吗？我跟你说这些。他说哎呀，我早就不记得了，别恶心了。但是付航，你要记得早点回家，我在家里等你。在这儿，我想非常认真的跟你说一句话：10多年了，所有人都说我是废物，但是只有你说我是天才。你教会了我人生之中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不管你的出身、学历、家庭背景，只要你敢勇敢的做自己，就总有人会爱你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付航。我不想当猴了，因为到哪儿都管我叫猴。前2天我在一个办事大厅，有一个大哥，他都离得我很远，好多人，他直接就。哈，我也不能不回应他，显得有点装，我就给，结果呢，他说来猴哥合影，咔，照张照片揣兜里，引起旁边老大爷的注意了。你说老大爷看热闹，他们没有任何的边界感，他们就这样，就这么。我也要合影，合张影，咔，照一张揣兜里。你是6小龄童吧？我说我是姆巴佩，小红须。他说嗨，以为你是谁呢？哎，我说大爷，为什么您的嗓子这么棒啊？他说小伙子，因为啊，我有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，老字号护嗓指定行。我植入完了，你可以继续讲段子了。我说好的，大爷。演出正式开始，朋友们。我不想当猴了，我想走一些高端的人设。我想高端起来，我要改一下我自己的格调，鼓足勇气去吃了一次法餐。我是中午去的，啊，我第一次去，手紧张都哆嗦。有一个服务员过来，大高个儿，西服笔挺啊，特别帅。小伙子，哎，先生，平常有什么爱吃的法式甜点，说一个送您一份。我当时第一个想法就是法式小面包还是盼盼，但是我没说，我说你给我来一个米苏提拉。他说先生，您说的是提拉米苏？我说提拉米苏。我平常在外国待的时间有点长，喜欢用倒装语句。他说那先生，您可以用英文点餐。我说我在日本。他说瓦达西诺瓦里瓦里瓦里得脚不？我说得。
得脚不？我的心哦，还是英文点餐吧。我说好的，先生，给你菜单。我拿过来，我没有说 Thank you sir， 我说的是 Thank you sir。懂英文的都知道里边的门道有多深。Sir 是美音儿。我说的是 sir 是英音儿，高端。啊，服务员也懂我意思啊，先生，您在英国有朋友？我说对，我家狗是柯基。你点餐吧，别说话了。当时拿过来，我说英文点餐 easy， 只要语法不有大问题错误就可以了。我说哎呦 waiter，I want， 主语动词 want 不用加 ed， 因为是一般现在时。当时我说 I want， 服务员，我说 this over， 服务员，这什么过去？我一看吃住他了，我不光想点餐，我还想炫技，给他展示一下我高超的语法。我说哎呦 waiter wait I want more。I want， 我说富航，人生只有一次，你愿意当一辈子的懦夫，还是一瞬间的英雄？哪怕只有一瞬间，我选择了后者。我要冒一些风险给他展示我华丽的语法。我说，哎呦 ，waiter，I want not only this but also this that。懂英文的都知道里边的门道有多深。在不经意之间展示了我对过去代词似海参一般的理解，他明显没听懂他表情，但是没关系。服务员，我说在着，sauce 就是 so many 在。当时服务员，哎呀，学不过来了，太多代词了，森森。我一看吃住他了，我太帅了。我说伊丽莎白，给我点一根雪茄，啊，不是雪茄。雪茄是什么东西？点一根雪茄。当时服务员说好，他就把酒单收走了。懂法餐的都知道里边的门道有多深。他分餐单跟酒单我不知道，我点的全都是一些我从来没喝过的鸡尾酒，每一杯都上面点着了着火，每一杯都着着火。正常人是拿吸管插到底下喝，我不知道。我一把把酒杯抄起来，我看着上面那火焰，我说这个火焰，它有没有可能不烫？啊，别笑我，那个也不烫，没用，就是装饰品，有什么用？哎，你这没用的，假的。当时我就拿着那杯酒，服务员在远处看着我说：“喝呀。”我说：“你们这帮上流人士，平常衣冠楚楚，晚上都来这儿喝火。”大丈夫身居天地之间，岂能郁郁久居人下？出身为寒，不是耻辱，能屈能伸，方为丈夫。你们不怕，我也不怕。当时 my face already totally on fire。我跟那儿就周呢。旁边那帮上流人士就觥筹交错聊融资 ，A、B、C、D 轮聊着聊着，突然感觉眼角火光四溅。一转头，小黑人在角落自焚了。富航吞起火球了。那服务员拿起吸管，先生，请用吸管。当时我正跟那儿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？啊！我正干呢，他啪一拍我，回头看见吸管，我说 something wrong。服务员 ，What were you doing before？ 懂英文的都知道里边的门道有多深，这但是我对过去文字是海参一般的理解。服务员，让吸管。当时我知道自己喝错了，但是没关系，朋友们，我能力挽狂澜，为什么？因为吸管的英文单词我背过。啊，我拿起来我说 Thank you for your straw。
一吸管英文啊。当时我拿起吸管，我说 This time I will be a little bit gentle， 然后我开始拿吸管吸杯子上面的火。我不知道为啥，我就想熄火，我就拿嘴一嘬，我发现用吸管比不用还疼。我跟家正嘬，服务员跟旁边基本都开始哭坟了。他说别喝了，先生别喝了，你没事儿吧？别在这自罚，你没事儿吧？我说太上老君三昧真火，烧不死我。我不怕你们这些上流人士给我设计的小陷阱，我不怕。再见。到门口，我虽然在里边非常焦虑，非常的那个骄傲，完了之后给他这种感觉，我什么都不办，但是我出来真的哭了，太丢人了，太丢人！我连法餐都不会吃。我说那我就写一条段子来证明我是人吧，对吧？我没别的可干了，我就开始上网搜怎么区分人跟猴。我想天天给观众讲，网上只有7个字：能正确的使用火。我手机都吓掉了，我手机掉地下，最开始我这么捡，后来我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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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么捡。懂进化论的都知道刚才这段表演的门道有多深。朋友们，别被洗脑。如果高级动物必须高级，那我宁愿当猴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付航。很多观众都说我是猴，这个其实挺好的，但是现在有点心理不平衡，因为其他的脱口秀演员一提起来都是什么学历高、文本好，观众都说我通人性。平台也玩梗，别人都是什么情感类、搞笑类、颜值类，我是灵长类。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挺酷的，但是有一些真正的困扰，真的让我感觉很不舒服，因为现在传的越来越邪乎，开始传我曾经咬过观众，我这个有点过分了。以前我演出的确有点疯狂，就是演出的时候老动不动啊，你看。我演过敬老院专场，那个时候我说大爷，一看你身体就非常的好，我要热场吗？大爷看着我，啊！我说大爷，我大一点声，这是一个快乐的演出，看完我的演出把我的快乐带走，好不好？大爷说啊，我走了，给你带走。全场非常凉，演完之后只有一个大爷支持我，我过去问他，我说大爷，是因为我不好笑吗？大爷说：“首先是，其次啊，就是人到了这个岁数，有很多不开心的事儿。我每天看着我每一个子女手里拿着每一份遗嘱在打官司。我说每一份遗嘱，遗嘱不应该只有一份儿？他说：小伙子，你不懂，到我这个年纪，谁对我好，我随时给谁立一个。你好好演。”我喜欢你的激情，看你演出比种地都累。你从小就这么有劲儿吗？不是，朋友们，小的时候我其实非常的内敛，非常的害羞。那个时候我英文有点天赋，有一次考了全班第1，所有同学都说我是抄的，我根本不管他们怎么看我，埋头苦学了1个月，考了全校第1，所有人对我的态度都改变了，他们都说我偷卷了，他们说我是二里庄神偷。我更内向了，直到我爸妈给我报了一个非常疯狂的英文培训。当时呢，也是一个老师，当时的主题是 passion， 就是激情。我坐在第1排，像你一样，有点害羞。老师走了，看着我，苹果的英文怎么说？我看着老师，我说 apple。老师看着我
，Give me some passion。我说 banana， 我以为我答错了。老师看着我 ，I say passion。我说大王饶命。老师看着我，老师看着我说：“孩子，看着老师的眼睛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在乎你，也没有人记得你。拿出你的激情，可以改变人生。来，3、2、1，好！”我看着老师，好的，老师。老师看着我 ，Are you great？ 你棒棒，你棒棒，你棒棒！我看着老师，我说反台词那个北北，棒棒棒！从那天开始，我就再也不害怕说英文了，朋友们。我爸每次带到我看到外国人，我爸就会说：“付航上。” Yes sir。哪儿呢，老外？老外，老外，老外，老外淘汰了。那个时候，有很多那些年轻人，他们英文都非常好，但是你们不敢说。你的英文肯定也很好，但是你不敢说。我懂，因为你们一见到外国人，第一反应就是就这样，What's your name？ 外国人因为你不够自信，故意装听不懂。啊，看你 Sorry, cannot understand what I'm talking about, man。经过培训的，就完全不一样。我爸说：“付航上。”我说 ：“Yes sir。”当时我过来看外国人，我说：“刚才问他什么？问名字是吧 ？Easy easy。”我说：“你妹妹是 what？ 你 say 不 say？ Are you 明白？”再看那外国人。旁边老大爷都疯了，说：“哎呦喂，这小伙子太棒了，给外国人都聊懵了。”宝贝儿，你是非洲的吧？我说我是郊区的，在非洲长大。我说在中国长大，想去非洲。我说差不多可以了。我说你为什么这么怀疑我们这些人呢？他说：“哎呀，上一次问一个也门的，他说他是纯也门。”当时，老大爷说：“孩子，你太棒了，自古本地出少年。”我说：“自古本地还出少女呢。”来，小伙子，替大爷跟他翻译一下，问问他来这儿干什么。我说 Yes sir。我说 You come here why？ 外国人说 I come here for fun。我说 Fun Thank you and you。大爷说：“你太棒了，太喜欢你了，孩子。”再给他翻译一下：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”我说：“差不多得了，大爷，你想聊你自己聊。”当时我一直非常自信，直到我高考失利。那时候高考一出分，我啪一点254。我跟我爸说：“我说爸，我考254。”我爸说：“太棒了，儿子。其他科多少分？”我说这就是总分。我爸说你妈得跟我离婚。当时我觉得我的人生完了，朋友们。我说爸，我的人生结束了吗？我爸看着我说孩子，你才18岁，你的人生还没开始呢。
我眼泪唰就下来了。我说那您能给我掏点钱让我重新复读1年吗？我爸说不行，因为爸爸对你的爱结束了。但是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等你妈跟我离婚了，你可以用这个房子结婚。当时我看着我说那您等什么呢？我的人生完了。我爸说我在等你长大找到一份工作。我说好，第一份工作我找的就是一个私人会所的 BA， 保安，对，就是保安。当时我就想，我的人生已经浪费了，我高考失利了，我不知道该干什么，我前面所有的人生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，我非常痛苦。我到那儿去面试那个兼职的保安，那个 HR 看着我啊，小伙子挺不错啊，刚考完是吧？考多少分啊？我说254，但我人生刚刚开始。非常好，孩子，你知道当保安最重要的是什么吗？我说什么？他看着我说，你有激情吗？当时我眼泪真下来，跟我现在一样。我看着他说：“我说您说那不是激情，您说那是passion。”欢迎业主回家。朋友们，激情改变人生，听懂？掌声！你们送给了我一场完美的演出，希望你们大家开心一点，我感谢你们，拜拜！啊，今天的主题是工作，大家都知道我是毕业于就是 BJ 的 Junior College， 就是北京的大专。对，我呢以前也在一个 Internet share place be responsible for turn on the computer， 对，在网吧开机子。我也做过一个世界500强企业的 BA， 就保安。但是今天都不讲这些东西，今天要讲的是我人生印象最深的一份工作，是艺人身份赋能营销师。什么？哎，就是扮演假粉丝接机。有意思了，朋友们。我第一次干这个工作是在我高考失利之后，那个时候我同学介绍一次100机场集合，普通地铁几块钱随便坐，机场快轨25一趟，我没坐过。我第一次出站一刷卡，咣当，扣我25。我说有黑客。人说孩子就是25，我说你也被黑了。后来所有人告诉我就是25，我大脑一片空白，因为我意识到回去还要25。但是大丈夫能屈能伸，虽然我的路费已经达到了50，出门还买了一个肉夹馍，所以说这趟活我只能花了55，只能挣45。但是我想没关干。到那之后呢，助理给我们每一个人发物料、发海报，先给你50，找艺人签完字结剩下的50，要求是越疯狂越好。我实在是喊不出来。我看那个艺人一出来，我看着他，我说。我实在喊不出来。我左边有一个大姐，她看到艺人喝了一口水，那个大姐，我说你是多少钱的呀？你这不得500？她说我是真粉丝。我说这个比不了。我说赶紧要个签名就走吧。到那儿我说哎。签个名可以吗？当时在机场给我发物料的那个助理，他伸手拦我。我说签个名可以吗？他，哎，我说，哎，无间道，不结尾款。他说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得到签名的。当时我大脑又一片空白，因为如果我拿不到签名，等于我自发来这儿捐了一个肉夹馍。娱乐圈太黑暗了，连假粉丝的钱都骗，我要成真粉丝了。当时知道这事儿之前，我说哎签个名可以吗？非常礼貌。知道这之后，我看着他，我说我要签名，哥哥。所有人退避3尺。我左边那大姐，你别喊了。我说怎么了？
我瞅你像我婆婆。当时我说我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我一定要签名。我说签名，签名，没人拦我了，助理也不拦我了，因为只要再拦我直接就50。啊，一人就给我签，拿过来签字，签完了给我，我拿过来一看，字迹潦草难以辨认，还是要害我。还是要害我，到时候说我自己签的怎么办？当时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，我说你，再签一个。艺人懵了，啊，助理也懵了，啊，助理说，你要150，黑吃黑。我说我要155，这边。那艺人说给你签，你要咬人还是干嘛去？他签一半，他说，你喜欢我多长时间了？我说差不多得了。50的不含表演，想看完整表演，请开黄金会员。当时我说这边，他给我签完了之后，给我说你看行吗？我拿过来我给助理，我说你看行吗？助理说行就行。当时呢，我的工作结束了，他旁边有一个真正的粉丝，那个大姐说：“哎，打个招呼可以吗？”那个艺人连看都没看，他直接就往前走，啊，我以为他会非常生气，但我没想到他说好酷哦，我不行了，我说他连理都不理你，你这样吧，我拿一张海报，我说你别问为什么，直接拿这个海报找助理领50块钱，啊，他说不，我想要这个海报，对我的那时候年少冲击太大了，有一个跟我一块干的兄弟就劝我说，哎。干嘛这么大冲击呢？你以后干不干？我说以后我真不想干了。他说你别不干，这活多好啊，就站明星旁边，什么都不用干，给点反应，实在不行傻笑就行，还有钱拿，不干白不干。我想天天干。我说呀，有道理啊，大哥，你怎么称呼？他说我叫阎鹤祥。我1年没见着明星了。哦，不是明星。是少主，真的，我发现我的人设做得太低了，跟那些人设高的完全就不占便宜。人设高的，他理都不理你，你站了很多小时，你出去啊，你不理他，完了之后他觉得啊好酷哦。我在剧场外边要碰见我的观众说合张影，我说不方便，我的观众直接会说你装你什么东西？啊，也没观众管我要签名。我在上海演出。啊！我上次来上海，一观众说：“哎，签个名。”我说可以。他看着我说：“笔呢？”我说：“我给你找。”我找完给他，他给我签了一个。但是呢，真的做这个行业之后，我才发现人设做的低才好，这是我长大之后的感悟。首先，第一，我的人设没法塌房啊！我怎么塌？我都不是人，我怎么塌？我没得塌，我怎么塌？我学历造假。哎，你说你是新东方老师，你是清华毕业的，你都得拿一个论文，人家觉得啊也就这样吧。我不用啊，我在演出北京，我说sin30°等于1/2，底下大哥牛啊，对学习好，我没法塌呀。但是最近网上的确说我要塌了，啊，的确说我要塌了，他们开始传这世界之大无奇不有，他们说付航塌房了，原因是学信网查出付航的学历竟然是本科。我不想澄清，人都让我澄清，我说不澄清，就这样吧。我也想进步啊。你见过塌房往上塌的吗？连点普通塌房我塌学区房。我呢，发现观众什么都能包容我。我看其他人一说要结婚啊，其他人都说哦不要结婚，不要结婚。其他的观众啊不要结婚，不要结婚。我演出的时候试了一下，我说我可以结婚吗？底下观众说你可以结扎。他禁止野生动物表演。当时我就发现，我其实这个人设还挺好的啊，没有什么负担，比较真实。但是我发现也避不开。前2天接了一个活，甲方跟我说要提供安保，我说如果我演完出还得穿制服给你站岗，得加钱。他说不是，是给您提供安保。我说如果你给我提供安保，就会出现全天下之最尴尬的情况之保安保护保安，那保安也太安全了。
我就希望这些荒唐的事少一点，不要看这些舞台上边觉得这个人是谁，其实每个人都有真实的一面。非常感谢你们送了给我一场完美的演出，谢谢。我最近一直在拍戏，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，就有很多事儿是我完全之前没想到的。我在北京拍那个电视剧的时候，导演就经常会让我们实拍，就从一个胡同里出来，然后哭，扶着那个电线杆，然后所有的路人就是真的都是真实的，他们就从我面前过。我说就这么拍吗？他说对，就这么拍。我说那就来吧。我从里边出来，完了之后扶着电线杆开始哭，就哭得非常伤心，像那种大哭，就然后鼻涕流3个水晶吊坠，就这样。我这哭呢，完了过来一个大姐看着我，富航。我说拍摄呢，拍摄呢。大姐看着我，拍摄。我说拍摄，拍摄。我后来跟那大姐说，我真的在拍摄，然后那个大姐非常认真的看着我说，房，我特别喜欢看你，因为我只要一看到你，我就特别快乐。但是我上班每天都特别生气，你能告诉我怎么才能不生气吗？我给你讲一些不生气的段子。我今天在这儿讲给您，我答应您了。我之前上班的时候，老板有一个骂我骂到我每天胃疼，就是那种躯体化了。他只要一跟家里边打架，然后他就来这儿骂我，骂其他的员工。我当时说不能因为这个事儿把我自己身体都弄坏了。我开始上网学一个操，叫不生气操。真的有这个操，朋友们，完全没开玩笑的。然后就是双手这样抬起来，大家可以一起做，你知道吧？就看着远方，完了面带微笑，就是不生气，不生气，生起病来没人替，就这么简单。全网教学非常详细，但没有一个人告诉我是生气之前做，还是生气之后做。我当时也年轻，我选择生气当时做。第二天老板到公司，他每天中午吃完饭一抹嘴就骂我，他就中午吃完饭把盒饭一搁一抹嘴，都是富航啊。我说来吧老登，开战吧，骂我，凌辱我，鞭挞我的灵魂，来。他说富航态度不积极，我说。朋友们，我真的跟你们说一下啊，第一次的不生气操真的推荐你们去做，因为第一次跟后面的无数次完全不一样。因为第一次你100%会为自己蠢笑。你想，就是路边过来一个人走了，看着你，废物，完了你看着他，坐一会儿就笑了。就是后面没什么用了，因为只有最开始做的时候有用。然后我就研究了一下，外练筋骨皮真的帮不到我，我必须要内外兼修。我要想从我的内调完了之后跟外一起结合。我想怎么才能内外兼修呢？就比如说是，我开始思考，从小我只要一难过，别人一骂我就难过，难过我就哭，啊一夸我就笑，我的情绪完全掌握在别人手里。我不要，我要反其道而行之。哎，别人骂我，我难过，我就到这儿，嘿嘿，大脑都懵了，大脑每天我内外兼修，提前1个小时到公司，办公室里没有人，比如这是你的工位吧，然后我就围着那个工位，真的就是每天练。我太难过了，就是不生气，不生气，生起病来没人替，嘿嘿，不生气。同事跟同学一样都不跟我说话了，因为办公室有监控。他们开始传说富航有单枪匹马一个人做法给老板做死。他们说只要做够31天，老板嘎巴死。我说你们想太多了。他们把视频拿出来给老板看，也给我看，的确稍微有点吓人。你就想吧，明天早上起来这是你的工位。然后你的同事把书包一放，把肩膀一搁，不生气，不生气，生起病来没人替。不生气，不生气，生起病来没人替。老板当时看完那个手机，在办公室头发掉地上捡起来揣兜里。
指甲都不敢剪，他怕我给他收走了，给他做死。他从那天开始就跟我稍微有点小小的隔阂了。他决定要裁员，说是2选1啊，因为老员工有感情，我跟一个大哥，我们俩只能留一个人。我们俩从知道这个消息之前是好朋友，知道之后一瞬间变成敌人。然后我们在宣布裁谁之前都没法对话了，啊，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是纯仇人了。然后在宣布之前，我一直翻我跟那个大哥的聊天记录，我翻，我突然发到我刚入职时候那大哥特别帮着我。我当时一想，付航有点难看了。我堂堂7尺男儿，到哪儿能没口饭吃？我啪一拍桌子，我说老板，我主动离职啊！老板说本来也是你，天天就会狗叫，还有你们俩都滚。我说啊，不是说老员工有感情，所以说2选1吗？他跟我说了一句话，我永远忘不了。他看着我说，做生意要什么感情？哇哦！就从那天开始，我去任何一个工作，我都不会投入任何多余的，比如说是同事给我一个眼神，老板说我一句什么，我非常简单，我就是到那儿拿钱我就走，就是拿钱我就走。现在录节目也是，不是？对吧？录节目的时候给你们讲什么段子，如果你们当时没笑，我会非常难过，但是录完就不会了，真的，因为那时候就是 money in my pocket。没有，开玩笑。当时我非常生气，但是我想就这样算了，我就开始收拾我的那些东西。收拾的时候，他还骂我，啊，我那火腾就上来了，我这胳膊腾就抬起来了。我说你再骂我一句，他说付航，你还敢做操？我看你再敢做操，我说已经给你做上了，我做死你，我走了也给你带走。那个时候我每天在那个公司有1个小时的休息时间，我会拿1个小时分成6份，完了之后每一次10分钟去那个楼梯间练脱口秀，我每次练10分钟，我没有影响谁。然后他就跟我说啊，我在那儿坐着呢，我坐着呢。他说付航，我知道你每天练那什么乱七八糟那种秀，我想看看你以后能不能像现在这么猖狂。我真的希望他看一看，我现在是大王。白玉兰的现场要是这样就好了。但是，只要有机会我就去，任何颁奖礼我都去。我从来不怕场子凉，我就怕恐惧。因为不管场子有多凉，我都不难过，因为我的鲜血永远炙热。那个时候我才发现，你真的到这个年龄之后，你就完全不会再担心了。那个时候他经常说啊，什么骂你是因为你好啊，完了说我每天说你都是为了你以后的发展。其实我到现在这个年纪，我非常认真的跟所有老板说，所有的话都是可以好好说的，别装了，你就是想发泄情绪。然后包括就是今天这儿设计也非常不合理，我想发泄一下，就是从我这儿开始，这边往后的这边的朋友，还有从这边往后边的朋友，他们看的根本就不是喜剧之王，他们看的是屁股之王。他一晚上都没有看到过别人的正脸，真的大哥，我再给你演一遍。不生气，不生气，曹哥这，我再给你演一遍，真的，真的。真的，大哥太辛苦了。然后，我就希望就是大家能开心一点，但是今天大家肯定会非常开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都喝上了传说中的统一春福无糖茶了。哎，绿茶鲜爽，焙茶醇厚，一口春福，茶香倍儿足。喝完了之后完全不一样。我当时呢，别人问我，哎，这个统一绿茶，喝没喝过有什么区别呢？我说当然有区别了，就好像我以前没拍过戏，有很多东西你没有尝试，你完全不知道。我拍戏还有一个故事是，我那个电视剧呢，我一直以为是1、2、3、4、5集就顺着拍，我真的拍完了之后才发现完全不是，根本就不是。他可能第1天拍第10集，然后他第4天拍第1集。我呢之前不知道有接戏的这一个说法，所以说拍戏的时候也出了一些小问题。当时有一场戏，第1天拍第1集是我在监狱里跟管教解释为什么我跟黄毛狱友打架，原台词是黄毛把鞋脱了，脚啪放在这儿，我跟他打起来了。但是你知道我爱即兴，
我当时跟狱警说的是，我说您知道吗？黄毛把鞋脱了，脚啪放这儿塞我嘴里了。导演说过，我说太棒了。过了3天，拍我跟黄毛打架。黄毛到了，把鞋脱了，我准备好了。突然，导演说3、2、1，开始。他刚说开始，突然出现一个小胖子，停。导演，我是场记。付航那天说了，黄毛把脚丫丫塞到他的嘴里了。我当时天都塌了，我天都塌了。我刚拍戏，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难搞，我总不能说导演说现在黄毛牙把脚放你嘴里，然后我说我忌口，说什么我最近屁股或者什么之类的，这完全不行，但是显得太难搞了。我就想到底该怎么办，我好难过。但是我一看导演面露难色，导演特别为难，导演说哎呦喂，哎呀，这咋办呀？你说这，哎呀，当时我心里一下就放平了。然后导演就是非常难过的，他看着黄毛，他说：“你介意吗？”我说：“他的脚丫丫在我的嘴里，你问他介意吗？”我那火腾就上来了，我这胳膊他就抬起来了。看，哇！你们越鼓掌，我做的越快。哎，我就坐起来了，我完全坐起来了。啊！导演转头看我一眼，他看着黄毛说：“你赶紧脱鞋吧，付航着急了。”没有结尾，就是希望大家开心一点。谢谢。其实啊，台下的我是非常内敛，甚至挨欺负的。我1年前打车的时候，我坐在副驾驶，我想放平了睡会儿觉，那个司机一直放歌，我说师傅能不能把歌关了，我想睡会儿觉。他看着我原话啊，他说不放歌我也睡觉。我说幽默，幽默，他没接话，我就不想跟他说话了，直到我看到他单手玩手机开车插队。我就想点他一下，我说师傅您真棒，单手玩着手机还能开车插队。这次他说话了，他说这算什么？闭着眼睛也能插？你看我一把就进去了。啊，我说是鬼门关嘛。我说人家要不让你呢，我一把又出来了。我就感觉阎王在底下看着我。下不下来呀？他就引起旁边车的路怒了，旁边车急了，啪给我们别住了，把车窗放下来，指着副驾驶的我说：“你要死啊，小黑狗！”我当时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我说：“哎。”他以为我在模仿他，他以为。他说的是你要死啊，小黑狗。然后我说，哎呀，他急了，他把车门叭关上，把车啪横前面，下来，下来，我整死你，下来！那司机看着我，先生，您要下车吗？我说你是裁判呀。我死也不能下车呀！他走到车前面，下来，下来。当时他往过走，我说：“师傅，他过来了。”师傅，他过来了。那司机，我说：“师傅，他过来了，你把他打出去呀！你不打出去呀！”那个司机路怒的就站在车头说：“下来。”啊，他就一直骂我，把我兽性骂出来了。我也不是好欺负的，朋友们，我隔着车玻璃就给他作揖。司机说下来，
不下来我砸你车。我说哎，砸！我一看那司机一把就出来了，直接就绕过他走了。当时我说师傅，你真厉害。他说小伙子你也厉害，心理素质为什么这么好啊？加个微信，以后有租车的活记得找我。我说没问题。啊，为什么心理素质好？就是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差生，考试永远 A B C D E F 班，我永远在最差的 F 班考。每次我还特别天真的问同学，我说咱们分班是按姓分的是吗？我同学说 F 什么都别代表，富航别灰心 ，F 的意思就是废物。我说不是，差生也是有优点的，我们心理素质非常好。A 班考试 ，A 班的同学90、95、90、70想不开。我在 F 班20、25、20、25、40，我爸请大家吃肯德基。我跟其他人不一样，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怎么选择情绪。正常人，比如说你们，如果说你们经常会混淆主观意识跟大脑，其实他们俩是分开的。大脑是你的器官，每一次遇到什么事儿都要问你。大脑经常过来就是问正常的人啊，说同事都说你坏话，现在应该是什么情绪？啊，现在应该是悲伤。好，然后他给各个器官开始打电话，就是滴滴滴滴滴，喂，泪腺吗？啊，是泪腺吗？泪腺不在，等一会儿先给其他的打。好好好，滴滴滴滴滴，乳腺，是乳腺吗？啊，是乳腺，现在结节。滴滴滴滴滴，喂，甲状腺，现在肿大。滴滴滴，喂，痔疮，保持原状。滴滴滴滴滴，泪腺在了吗？泪腺在了吗？在了，在了，在了。刚才睡着了，哭吗？哭吗？哭的话，身体就不会难过了。啊，想想啊，主人哭不哭啊？你说已经长大了，不能哭了。然后所有的情绪开始内化，疯狂的惩罚自己。我跟你们就完全不一样。我的大脑每次都过来问我，主人，所有人都说你是废物，请问现在应该是什么情绪？我说，不是，太准了，鼓掌。尖叫，托马斯全旋，南瓜站起来吹唢呐，小北把上衣脱了，庞博也脱，南瓜别脱，南瓜穿好。我的大脑跟我关系特别不好，我从来不问他意见，这也是我从小快乐的原因。我以前也是情绪的奴隶。直到我遇到我的人生导师，他是3年级的刘哥，所有人都说他是傻子，但是在我眼里他是天才。我看着一群同学围着他，啊，就说刘哥，怎么？您是傻子？刘哥当时原封不动说的话是，知道。我说有点东西。别人说刘哥你头发好臭啊，刘哥我臭死你。我说有点东西，他根本不在意其他人的意见，所以他特别的开心。有什么问题我都问他，天文、文学、地理、物理、化学解决不了的问题我都问他。有一次我冰棍掉地上了，不知道怎么才能吃。你们一辈子都想不明白冰棍掉地上怎么才能吃，今天演出就来值了。天文、文学、物理、化学、地理，所有人解决不了。当时我看着刘哥，我说刘哥，冰棍掉地上怎么才能吃？刘哥看着我说，你不告诉别人你就能吃。我说有点东西啊。我看了上面沾的沙子，我说这咋吃啊？但是上面有点沙子呀。刘哥看着我说没事兄弟，我帮你。他一把拿过来，缩了，把沙子啐了。你吃吧。我说先生大义，以身入局胜天半子，但还不如带着沙子呢。你真是傻子呀！我拿下那根冰棍，我说这咋吃啊？这咋吃啊？走到学校门口，高年级看着我，冰棍给我吃。我说给你吃。他刚要伸手拿，我一把就撤回来。我说算了，这个刘哥舔过了，你别吃了。他说哎，你人性还不错啊。以后有人欺负你跟我说，我说只有你。
小时候生活条件，尤其是在学校里边，差生面对的更多，所以我们的品质非常坚韧。工作之后，所有那些骂我的话，我真不往心里去。听得懂的我不生气，因为我都听得懂，我练这么多年了。1年级的时候，别人叫我啊臭狗屎，第一次听到我就是啊不要叫我，真的我真是这样啊，虽然有点狗血，不要叫我，真的这样。叫9年，人说哎臭狗屎，我说爷爷在此。我根本就不在乎，朋友们，听不懂的我更不难过，因为我都听不懂。几年前有一个外国的领导，他看着我说 ：“Billy, I don't know who raised you up。”这句话在脏话里边，英文里边是比脏话还要脏。我不知道什么人给你养大的。这句话我当时没听懂，我以为他跟我开玩笑。他说 ：“I don't know who raised you up。”我看着他，我说 ：“You raise me up。”今年我才懂，这就是唯一一个能伤害我的话，这就是传说之中那种当时没听懂，突然懂了之后我非常痛苦，一直想报仇。啊，老天给我机会，前几个月他要离开北京，请我们这些老员工吃饭。啊，有的人给他送礼物，有的人说明天要开车送他去机场。我说不用你开车了，我认识一个司机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开玩笑的，我没把那根舔过的冰棍给高年级，我也没有把那个路怒的司机推给老领导，因为我就想证明一件事儿，就是差生也是有优点的。谢谢。